好，从4月份开始，美国就进入就业季，各行各业都有新血加入，其中包括了华人新移民和留学毕业生。因此呢，面对新环境、新工作，哪些正确的工商法法律知识需要特别来注意？东森新闻特别就推出了全新单元“法律你最大”，同时我们还找来了美国工商法权威蒋佩芳律师，请他详细为大家说明。 谢谢主播，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法律你最大这个全新的单元。那么，因为马上就是就业季了，很多民众呢都想要知道，到底呢在劳工法部分要注意哪些，尤其是在工商法部分。因此，我们今天特别荣幸的请到了工商法的权威律师蒋佩芳蒋律师来我们做详细的说明。首先欢迎蒋律师。大家好。 很多人以为一定要雇主先犯了错，员工才能够去求偿所谓的工商法，这个观念到底对不对？这是很好的问题，很多我们的客人也常常这样子问，不是的，因为只要你是一个员工，在公司里面上班，你如果受伤是因为这个工作做事情而受伤的话呢，那你就有权利去要劳工工伤的赔偿，所以。 大部分那个 bar 都非常低的，只要你在工作上面是你受伤是因为工作身上发生的话，都是 cover， 都是会让劳工保险的法律去照顾的。那它当然有一些的 exception， 有例外的情形，像说你在工作上面喝醉酒，还是说你是 aggressor， 你跟人家打架，你跟另外一个同事打架，那这样子的话，那劳工就不会说去保你。可是如果说不是这些的话，都会的。 OK， 那除了这个我们知道保障很大之外那其实呢，到底哪些受伤才算是很多时候大家都以为说，好像我要开刀送去医院，那个医院里面流血才是有劳工工伤的，不是的。很多时候心理受伤也是一个很大的。什么叫心理受伤呢？有时候老板不是。 比较凶一点，还说压力很大，最近生意做的不是很好，所以变成4个人的工作变成都是你在做了，还是说同事也是对你不好，同事常常欺负你啊，还是说你老板对你不好，所以这些都是 stress， 都是 psych， 就是说你晚上也睡不好觉，你心里也不舒服，都是 stress 的，所以 stress 也是一个很大的。还有时候现在大部分的公司里面都改善了，不过如果说你在一个公司上班里面，还是在1973年还是70年之前。 他们尤其还是有那种癌症的东西的话，然后你后来才发现到说你有内科，还是说你有得到癌症的话，这些也是劳工工伤保险的。所以不是只有好像皮肉伤这样的看的东西，其实有很多心理受伤你看不出来的，还有内科都是的。 蒋律师，您刚刚讲到所谓的心理的部分，其实你刚刚也有一点点提到，那就是说，很多时候呢，我突然发觉，可能一早起来我就觉得，我手不能动了，那可能是一个很长譬如说5年、10年一个所谓的工作伤害。 这个算不算是劳工法、工商法保障的部分？是的，因为有的时候不是好像说我这个礼拜3我在爬楼梯去拿油漆的时候我摔跤，那就是劳工工伤，不是的。劳工工伤有2种，一个就是说那一天发生的事情，就是说我4月2号我。 爬楼梯的时候，我不小心摔跤。另外一个就是长期的，什么叫长期？就是说我打电脑的，我们每天看着电脑，然后我脖子会痛，对不对？然后很多压力，我什么东西要把它弄进去，还是说我是会计师，所以这个样子的话，久来的时候，我脖子就会那边。 很酸很痛，还是我背也酸也痛，这就是长期的劳工工伤了。其实很多华人的员工他最怕的就是他是可能他在申请要申请当这个美国这个公民的时候，他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或者说他可能是无证移民，是不是他就没有办法享受到所谓的工商法的权利、工商保险的权利？很好的问题，因为有很多客人，因为我们大部分客人都是中国人，他们有时候来的时候都是在餐馆做事的，所以他们也很怕说，我没有文件，那我不敢告。那有些老板也是蛮坏的，会以这个原因，就是说你告我的话，那我就不请你看看你找不到别的工作。所以劳工工伤保险是专门保护劳工的，所以他们的为什么那个 bar 非常的低，是因为说他们要保护劳工。那这些劳工的话，第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大家做比较。 劳工的话，他们都没有文件的话，他们怕会去告，所以政府有法律就是说，今天你非法不非法，有文件没有文件的话，这个劳工是没有问题的。好的，谢谢蒋律师。谢谢观众朋友，蒋律师呢，今天特别针对所谓工商法的部分包括呢，它是100%保护所有的劳工以及呢，如果呢发生长期的这种问题的时候呢，你应该怎么办？那么以上就是我们这一集的法律你最大的单元，也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